再来关于收养的效力，它的准据法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拿我国的实务案例来做例子。这是台湾高等法院94年加抗字第63号的这个裁定，这是在我们第一个单元所介绍的那个裁定是一模一样的。它里面有一段话说，本件收养人丙圈圈、丁圈圈为美国公民，被收养人乙圈圈为中华民国国民，故应适用美国法及台湾法，为美国国际司法关于收养事件系采法庭地法，依反制规定，仍应以台湾法为其准据法。这个是我们在第一个单元跟各位介绍台中高分院94年度加抗字第63号的裁定。这个裁定呢，各位可以回过去点阅第一个单元，在这一段裁定里面，它还有引用一个法务部的这个函释来说明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呢？恐怕值得我们来加以检讨一下。这个美国国际司法关于收养事件是采法庭地法，这个是申请状所引法务部70年律字第7354号函。什么叫做美国国际司法关于收养事件系采法庭地法？这是什么意思？蔡老师去查美国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才了解所谓的美国的国际司法是采关于涉外收养制度是采法庭地法，它的争议是指在美国法上面，关于这种涉外收养事件，其实不是只有涉外收养，只要是涉外的家事事件、涉外的身份关系的法律事件，当然包括收养事件在内。这一种涉外的身份、家事，包括收养关系在内，它美国法系由管辖权来决定一切，有管辖权的法院直接适用法庭地实质法。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指美国的国际司法针对涉外身份、涉外家事、涉外收养的这种关系，跨国的含有涉外要素的这种法律关系，它是不再透过准据法来选择，它是不再透过选法选择准据法来选择这个适用在当事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的准据法。美国法院不选法，它也没有关于这种涉外收养及其他身份法律关系的选法规则。也就是在美国法院只判断他有没有管辖权而已。他如果有管辖权的话，那他就直接适用这个法院所在地的那个州的州法，实体的这个州法，他不再去选择准据法。这个是美国国际司法关于涉外收养关系是适用这个法庭地法的真正的意思。那我们的这个刚刚所看到的这个法务部的函释，他说依反制的规定，我们可以把准据法反制回我国法。我们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关于反制的规定，并没有这个针对管辖权的反制的规定。这一种针对管辖权的这种反制，
这个在学理上称为隐藏性的反制，而不是一般的反制。它在类型上跟一般的反制是由准据法的反制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实际上在我国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上面，针对隐藏性的反制是没有明文规定可资依据。这个方法上必须要依照国际司法的法理，而不是依照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台中高分院的这个民事裁定说依反制的规定。我想这个可能在法学方法上面，这是有值得检讨的地方。那我们刚刚跟各位说明，这个针对美国的涉外收养或其他的这种身份家事的法律关系，美国国际司法是不再选法，直接要求法院你就是直接判断有没有管辖权。有管辖权的话，你就直接适用你的州法，州的实质法、实质规定，你就不用再选择准据法了。那这个时候，从这种规定反制回这个其他国家的法律，这一种在学理上称为隐藏性的反制。隐藏性的反制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是由德国跟日本的法院创设而来的，也就是德国跟日本的法院法官造法。另外，在涉外民事事件上面去创设了这一个所谓的隐藏性的反制，这一种反制的类型。这个隐藏性的反制，它内容的概要是说，那你美国的国际司法既然规定，就这种涉外收养关系，你只要判断有没有管辖权。那判断有没有管辖权，它具体的判断的基准是什么呢？就是当事人的住所是不是在这个法院的所在地的这个州里面。如果当事人的住所在这个州里面的话，法院针对这一种涉外的收养关系，它就有管辖权，所以它就适用这个州的实质法。德国跟日本的法院认为说，那这种情形不就等于裁判管辖规则里面同时隐藏有选法规则吗？所以这个时候，换句话说，那只要我有管辖权的话，例如当事人的住所在我德国或日本的这个境内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反制回我德国或日本，然后适用德国法跟日本法。这个叫做隐藏性的反制，是当初德国和日本的法院，它运用反制理论所创设出来的另外一种的这一种反制的类型，所以它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它是一种判例法。再来，我们要跟各位检讨的是说，跨国收养是否应该适用隐藏性的反制？这个牵涉到隐藏性的反制，它是反制制度的一个类型。我们跟各位所说明的是说，它当初创设的是德国跟日本的判例法，现在我国的案例也开始有这一种隐藏性的反制的制度。那要来讨论隐藏性的反制的这个制度是否应该适用在跨国收养上面，就应该要依照反制制度的目的究竟为何来加以检讨隐藏性的反制。这一种我们刚刚跟各位所说明的是美国国际司法关于这种涉外身份家事的这种法律关系，当然包括收养，它只规定
法院只要有管辖权，就直接适用州的实质法，所以我们称为这是一种 jurisdictional approach， 它是由管辖权来决定法律的适用。这一种美国法，它只规范法庭地法，它没有规范外国法。这个我们在国际司法的理论上面称为，这是一种单面的选法规则。那反制制度，它在适用上必须是双面的选法规则为前提有别，也就是反制制度它的原意适用上应该是法院适用选法规则，结果准据法是外国法的情形。这个时候，例如准据法是德国法，这个时候法院再去查国际司法，德国的国际司法，它规定说，那这种情形呢，准据法应该是我国法。这个时候，我们的法院才利用反制的这个制度，将准据法在最后拉回到我国法。这个是所谓的双面的选法规则，也就是准据法的规定，它有先适用外国法，最后再回到本国法的这种情形。但是美国法呢，它的规范只有适用法庭地法，而没有规范外国法，所以这称为单面的选法规则。这个不是只有美国法是这样子而已，整个英美法原则上它只是单纯的命令本国或州的法院，只要判断有没有管辖权，然后就适用本国法或州的实质法，而不用再去选法。所以反制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谋求准据法的适用一致与判决的国际调和的这个理念。那隐藏的反制是否跟反制的这个理念是一致？我想这个恐怕大有检讨的这个空间。所以结论上，这种隐藏性的反制呢，它最后就只是方便法院将准据法能够回归到适用法院地法，也就是本国法的这个功能而已。我想对于这个追求这个子女的收养关系的最佳利益，恐怕并不是妥当的。以上说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了不懂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欢迎各位可以上我们这个课程来加以讨论。谢谢各位。